我叫江婉。如果你问我爱上一个人需要多久，我会告诉你7天，因为他每7天就会忘记我。你是谁？他会在早上问我你是谁，我们上辈子是不是认识？在第7天说不管明天我记不记得，谢谢你。然后5夜一过，一切归零，没有人背叛我，他只是病了。可这种病比背叛还要痛10000倍，因为他每一次说我爱你都是真的，每一次忘记。你好，请问你是谁？这是哪里？我是你女朋友，我们在一起1年了。咖啡在桌上，你的衬衫烫好了。这个你做的？团队作品，我是策展人。我觉得我们会成为很重要的人，不是搭讪。这个搭讪方式有点老套。是直觉。我研究大脑，直觉有时候比逻辑更准。看我干嘛？江婉，我想跟你过一辈子。一辈子很长。我知道，但我算过了，按平均寿命还有大约2万天。2万天，我每天都会记住你。你答应过我2万天，现在才90天，你不许签账。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吓死妈妈了。妈，我没事儿，就是头还有点昏。抱歉，我们见过吗？我完全没有印象。他认得所有人，他的父母，他的同事，他的大学室友，唯独不认得我。那个2个月前说2万天每一天都记住你的人，他记住了全世界，唯独删除了我。他的大脑海马体受损，但损伤的模式非常特殊，不是常见的遗忘症。我们称之为7日记忆切断综合征。他的长期记忆，事故前的所有记忆完好无损，但他无法保留事故后形成的新记忆。准确地说，他能保留7天。每周日午夜，过去7天的新记忆会被自动清零。对，而且不只是上周一，是过去7天里的所有事。他会忘记我，每周一都忘一次，不是忘记一次，是每7天1次，1年52次，10年520次，一辈子无数次。他说过要记住我2万天，现在他连第7天的午夜都活不过。7天够不够让他爱上我？早，江婉，今天周2对吧？我好像记得昨天周一。虽然头晕，但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是我女朋友。你记得？不，昨天的事有点糊，但我记得你跟我说咖啡在桌上，衬衫烫好了。我还记得你叫江婉，这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对，昨天是周一，我是江婉，咖啡在桌上。衬衫烫好了，你昨天说过了，我记住了。你好，请问你是谁？这是哪里？我是你女朋友，我们在一起2年了。咖啡在桌上，你的衬衫烫好了。我叫江婉。江婉，好的。他失忆的第2次循环第14天，他又清零了。医生说得很清楚，我只是不肯相信。我以为自己会是那个例外，他会在第2天、第3天、第6天都记得我。而你必须习惯被忘，习惯自我介绍，习惯在第7天跟他说明天见，然后在第8天听他说你是谁。第1次循环，第1天他认得所有人，但对我完全没印象。第3天他问我们上辈子是不是认识。第7天他说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第8天清零再次发生。第1次循环不懂这些，以为是我们重逢。第2次循环我不懂了，再装笨。我等不到下一个上辈子，但至少我可以提前准备好下辈子见你的第1句话。不管明天我记不记得，江婉，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你好，请问你是谁？这是哪里？我是你女朋友，我们在一起2年了。咖啡在桌上，你的衬衫烫好了。周一问你是谁，语气比前49次柔和0.5个语调，可能是错觉。咖啡正常喝完，衬衫正常穿上，
早上9点47分，他说谢谢。前49次的谢谢都在早上10点后，这是最早的一次。你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就是那种我总觉得在哪里闻过，而且跟你在一起很安心，那种安心不是舒适，是回家，就好像我认识你很久了。你说对了，你认识我很久了，只是你的大脑不记得，但你的灵魂记得。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你出过一次事故，那天我来医院看你，你醒了，认出了所有人，唯独忘记了我。那我后来呢？后来你第3次问我们是不是认识，跟今天一样的问法。我第7天呢？你说谢谢，说谢谢我出现在你生命里，说不管明天记不记得，说明天见。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应该会这么说。小婉，我想好了，明天我要带你去见我父母，我想跟你认真发展。好啊，明天见。困了，明天继续给你读。明天见。明天你不会记得我。你好，请问你是谁？这是哪里？我是你女朋友，我们在一起2年08天了。咖啡在桌上，你的衬衫烫好了，我叫江婉。我撑了50次循环365天，我以为我会习惯了，但第51次听到你是谁的时候，我还是想把咖啡泼到墙上，尖叫到死家。我还能撑多久？第51次，我想放弃了。哭了。没事儿，洗澡的时候水进了眼睛。陆诗涵，如果你能够恢复记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封信，请别难过，我不是不爱你，只是太爱了，爱到被你是谁这2个字凌迟了365天，还要在第366天继续笑着说我是江婉，我是你女朋友。但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太爱你，爱到忘了自己也需要被记住。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你每次都爱上我了，每一次都是真的。你没有骗我，没有背叛我，你只是病了，你只是睡一觉就会把我从记忆里删掉。你要走？对，我要走。为什么？能不能别走？你认识我才2天。我知道，但我就是觉得，如果你走了，我会失去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我不想失去它。你每次都会忘记我，每次。你每天早上醒来都会问你是谁，今天早上你也还会问，明天早上说了有多少次明天，然后第2天醒来忘掉我。你欠了我50次明天见过，你说的每一个明天都会变成我的忌日。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我能让它停吗？能让它不再发生吗？我不记得你为什么哭，但我记得一件事。你说你是我的女朋友，那你就是。女朋友，江婉，不要走好不好？在你拖着行李箱准备出门的时候，我的心脏突然很痛，像被人挖掉了一半。我连你在哭什么都不知道，但我就是不能让你走。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在想一件事。什么事儿？我这几天一直在做一个梦，梦里面我在一个天台上，你在哭。你问我你会记得我吗？我想回答你，但我说不出话。我记醒了好几次，然后我醒了，看到你在旁边睡觉，我就想，如果那个梦是真的，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天台上问我，你会记得我吗？那就把天台的门锁住，锁住不让你上去。那你可得记得锁门。我会的，我现在就去买锁。第51次循环第5天，陆诗涵提及梦境，他描述的场景，天台，我在哭。我问你会记得我吗？如果这个梦能刺激他记起所有事情，那么或许可以试试变成现实，但或许这样会让他的记忆泄露持续加剧，以及大脑承受极限，需要找陈教授讨论。第51次循环快结束了，还剩2天，然后清零，然后第52次自我介绍，然后他会在第52次的第3天说上辈子是不是认识，也许比2点58分更早，也许比14秒更长，也许他会梦到更多还没发生的事。我不知道明天的我还会不会记得，但我必须录这个，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对抗遗忘的办法。江婉，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如果你发现我又忘了，请让我看这个。我想让明天的我知道，你很重要，
虽然我明天可能连你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但今晚的我，现在这个录视频的我，知道一件事，我真的喜欢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忘记，我不知道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但我想让明天的我知道，每一次跟你在一起的这几天，都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所以明天的我，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记不记得今天，请你相信，相信今晚这个录视频的人，他是认真的。你好，请问你是谁？我是你女朋友，我们在一起2年了。咖啡在桌上，你的衬衫烫好了。我叫江婉。这是我写的。你看吧。我不知道明天的我还会不会记得。我真的喜欢你，每一次跟你在一起的这几天都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这个视频里的我看起来很幸福，那是你，每一次的你都这么幸福。可我不记得录它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不记得你跟我在一起的那些最好的时光，我什么都记得不清。不是我犯了错，而是我被诅咒了，但我却让你跟我一起承担诅咒。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你每次都爱上我了，每一次都是真的。你没有骗过我，你只是病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列的那些，是你每一次都做了同样的事。真是的。第3天你会问我们上辈子是不是认识，第5天你会牵我的手，第7天你会说谢谢，然后午夜你会忘记。你没有辜负我，你只是在一个我进不去的循环里，每一次都重新选择了我。我不知道怎么治好这个病，但我可以做一件事。从今天开始，我会每天立个视频，给明天的我，告诉他今天发生了什么，告诉你是谁，告诉他我爱他。不是因为他配不配被爱，是因为你就是他用命记住的人。那就录，每天录。你的每一支视频，我都替你收着。第101次，周一。今天早上我又不认识他了，但我看到昨晚的我录的视频，那个我跟我说他是江晚，他等了很久，他很累，但他还在等。所以明天的我，请你在醒来的时候先别问你是谁，先看这个视频。记不住没关系，看到他的脸的时候，对他笑一下，就笑一下。记住，剩下的他会替你扛。我们以前是不是在一起过？我总觉得你眼熟。你觉得呢？不知道。给你看个东西。对不起。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但我辜负了这个笑得这么幸福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明天就会忘记一切。对不起，是不是我犯了错，或者我被诅咒了？但我却让你跟我一起承担诅咒。你没有犯错，也没有让我承担，是我自己选的。我选了你。可我不记得为什么，我不记得我做了什么，让你愿意承受这些。你不用记得，你每一次都做了同一件事。你在每一个循环的第3天都会问我们是不是认识，你在每一个循环的第7天都会说谢谢。你每一次都在最短的时间里用尽全力爱我。我不是我。什么意思啊？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不是同一个人，明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也不是同一个人。每一个循环的我都是独立的。他爱上你，他被清零，他死了。然后下一个我醒来7天什么都不知道，再从零开始。第1次循环爱上你的那个我，第51次爱上你的那个我，他们都用尽全力然后被清零。现在你在等所有的我，你在等他们每一个。如果每一个循环的我都是独立的，那这个我，第101次循环的我，至少要为他做一件事，至少要让明天的我知道，你值得，你值得他不忘记。那你录吧，录给明天的自己，这是你对抗诅咒的方式。明天的我，他叫江晚，他喜欢咖啡不加糖，喜欢在睡前看10分钟手机，喜欢下雨天但关节会疼。今天他哭了，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我说我觉得我们上辈子认识。根据录的视频来看，他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哭。第101次循环，周三。今天他给我看了100张照片，每一张里我都在笑。我不记得那些笑容，但我知道他们是真实的，因为他们被拍下来的时候，我在看着江晚。我在看着他的时候会笑，这是不需要记忆也能确认的事。我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记得今天，我不知道明天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陌生人在跟我说话，但我想让明天的我知道，江晚在等，他等了我100次，每一次都是7天，每一次他都从我忘记他的第1天开始。他没有放弃过我，从来没有。所以明天的我，不管你记不记得，请你对他好，
请你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请你替我记住他，哪怕只记住7天。明天见。你最了解事故当天他参加的到底是什么实验？这个，我签了保密协议，项目的内容我不能。他是我男朋友，他每周一醒来都不认识我，我已经陪他熬过150多个周一，3年。你现在跟我说保密协议？那不是普通的实验事故，那个项目的目标用脑电波干涉消除痛苦记忆，他们需要一个活人做早期测试。陆世涵是核心研究员之一，他自愿做了第1组实验体。设备故障导致脑电波合路过载，他的海马体在7分钟超负荷刺激下，像一台被反复流式化的硬盘。展览还有2周开幕，你的脑电波实时数据能给我一个确定时间吗？能，下周就给你第1版数据。真的？不会太赶？不赶，你的展览是我的第1位观众。你的展览一定会很成功，我保证。他为了我的档期自愿签了同意书。他不是为你档期，他对实验负责，只是不知道会成为第1个失败案例。谢谢你告诉我，我欠你一个人情。陆世涵的并不是意外，他参与了人体试验，为了给我提供展览数据。我加笑脸那天，他的海马体已经受损了，不是天灾，是因为我的展览，因为我有什么资格说爱他？我坚持的一切不过是在为自己赎罪。如果赎罪能让你救他，那就赎罪。但等你治好他的那天，不要再用赎罪定义这段感情。什么意思？意思是你不是他的罪人，你是他的解药。罪人不会在浴室里哭到嗓子哑掉，不会在他每一次清零后重新介绍自己，不会把每一次你是谁都记在笔记本上，翻来覆去复盘300多次循环找规律。可我不知道怎么不怪自己。那就先救他，边救边学。放心，你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你还有朋友、家人。你今天一整天都没怎么说话，怎么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爱的人遭遇不幸是因为你，你会怎么办？我会用余生弥补，但如果是意外，那就不是任何人的错。蝴蝶效应，如果每个人都为蝴蝶效应负责，那整个世界都是罪人，没有人能活在这种逻辑里。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别把所有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你背不动，而且你背的那些重量，也许根本不是你的。你的病，那个让你每周一忘记你的病，不是意外。你参与了一个实验项目，叫 MNME， 你是第1组人体试验的志愿者。实验破坏了你的海马活，和我的策展项目是同一个跨界合作。你之所以敢在那个时间点参与人体试验，是因为我需要你的实验数据来完成展览。你在知道这个实验会出问题之前，知道风险吗？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你参与了人体试验，我从来不知道 MNIVA 的具体内容，我只负责展览的艺术呈现。那你就不是害我的人，你只是蝴蝶效应里的一只蝴蝶。你扇动翅膀的时候，不知道大洋彼侧会有风暴，责怪蝴蝶是愚蠢。可是如果没有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是会参与 MNF， 或者我会参与另一个项目，出另一场事故，或者我不会。你帮我们用如果审判自己，太残忍了。我不记得我为什么签那个同意书，但我知道一件事。一个愿意在自己大脑上做实验的人，一定有一个他觉得值得拼命的理由。如果让我选用病换你，我不确定我会选不。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不知情，却还是让我相信了自己。你知道吗？我以前一直在想，如果你能记住我，如果你不用在周一早晨问我你是谁，一切都会好。但是今天我才意识到，也许不好的不是你不会记住我，是我。我一直以为我是受害者。受害者不是一种资格，是一种遭遇。你不需要够格才能痛。可是那个让你痛的人，是我。那你就不要当那个痛的原因，你当那个让他不痛的人。好，我当那个让他不痛的人。
还是不行，同步率卡在89%，差6个百分点。差在哪儿？情感锚点，理论上要一次极致冲击才可能破阈值。不过我找到了这个，陆世汉出事前3个月写过一篇关于情感记忆固化的初步设想。他早就想到了。这篇论文当时被认为过于激进，但核心思路和我们现在的方向一致。这里有个备注：临床验证需要志愿者，首选与锚点对象有深度情感联系者。他早就想到了，他在出事前3个月就已经在写就自己的方法，只是他没想到他会先出事。第160次，我找到你的遗言了，把你的理论变成现实。论文我看完了，情感刺激的具体操作，你有方案吗？有，但需要他达到恐惧加救赎的复合情绪峰值。简单说，要让他以为会失去你，然后又没有失去。我明白了。我们可以试试假装坠楼，让他以为失去你，你别真跳，以防万一，我会在楼下准备好安全网。如果我不小心掉下去，你会记得我吗？你今天怎么了？从早上开始怪怪。回答我。停止！他的脑电波没有别动，这个刺激无效。失败的原因，他还没有真正爱上你。第6天的情感连接不足以支撑失去你的恐惧。那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爱上？第7天他说谢谢的时候。第7天的谢谢是感激，不是恐惧失去。我们需要失去你，比害怕失去自己更严重。根据论文理论，这个阈值可能在第300次左出现，前提是你们之间的情感连接在每次失忆轮环中累积叠加。第300次，还要再等130次失忆循环，210天。你能撑到第300次吗？你在干什么？我在喝酒，你看不到吗？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不允许你伤害自己。你凭什么管我？你明天就会不记得我，你会睡醒然后问我你是谁，今天的一切都会被清零蒸发，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你连这个你都管不了，你凭什么管我？因为我爱你，虽然我不记得为什么，但我的心脏告诉我，我爱你。你为什么要管我？你真的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你看起来太痛了，而我不想让你一个人痛。我的大脑没有关于你的任何记录，但你喝酒的时候，我的心跳会变快。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如果这不是爱，那我这辈子都没有爱过任何人。别走。我不知道我是谁，但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我是某个很重要的人，某个值得爱一辈子的人。江晚，请坐。你是？苏念，陆世涵的大学同学。事故后，我一直通过陈教授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我知道他每周都会清理，我也知道你坚持了多少次。我觉得你应该放手。你没有爱过一个人200次，你不懂什么叫负担。第200次，今天有另一个女人想要让我放手。我说，你没见过她眼睛里的星星。你好，请问你是谁？这是哪里？我是你女朋友，我们在一起2年了。咖啡在桌上，你的衬衫烫好了，我叫江晚。江晚，你瘦了。你倒是没变，还是喜欢提前半小时到。
你多久没好好睡觉了？顾深，你约我吃饭不是为了看我黑眼圈吧？江晚，你需要被记住、被珍惜。我不需要7天验证才爱上你。我认识你5年，我记得你所有的样子，还开心的指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哭得自我笑的。我能给你被记住的安全感。顾深，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分手吗？因为我不爱你，不是因为你不好，是因为我爱不了你。我爱的人每一次都是第一次爱我，他的真诚你给不了，因为你的爱里有记忆、有习惯、有责任。每一次他看我都是在重新认识我，每一次他牵我的手都是第一次。但他每一次都会忘记。是啊，所以我的爱也必须是每一次都重来的。你所谓的被记住，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而对我来说，我已经习惯了重新开始。我输了，不是他，是输给你，输给你这种我永远理解不了，但永远敬佩的执念。谢谢你，谢谢你记得我5年，谢谢你来跟我说这些。你记得我的一切，他记得我的灵魂。这是2种不同的爱，你没有输给他，你只是没有被他遗忘过。顾深最后说：“我不是输给你。”或许他说的对，这场仗从来不是2个男人的较量，是我自己。江晚，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说明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别慌，听我说完。MNC 项目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有风险，海马体短期记忆固化功能受损概率13%点不是0。我算了很多遍，我选择签同意书，是因为这个实验如果成功，能帮到很多被创伤记忆折磨的人，我觉得值得。如何修复方章案7日继子清零？如果我真的出了那13.7%的事，方案的核心是记忆锚点。你需要一个跟我有强烈情感联系的人，就是你，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脑电波同步刺激。具体的参数和操作流程，我加密存在这个文件夹的第2个文档里。密码还是你的生日。我选因为签字是我自己做的决定，不是我做的决定。你不知情，你没有责任。密码是你的生日，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会都记住这个日期。你说不要自责，你说不是我的错，你连我要怎么怪自己都提前算好了。你把反制方案、把手术方案、把给你的赦免令全部藏在只有我知道密码的文件夹里，密码是我的生日。陆诗涵，我找到钥匙，你替我藏了250次循环的钥匙，藏在我的生日里。等我会把你从那座7天的牢里救出来。你欠我的不是2万天，是我欠你一个完整的，不会每天醒来忘记最爱的人的人生。方案逻辑上成立。陆诗涵在出事前对这个病的机制理解，比我当初预想的还要深。记忆锚点的设想，用强烈情感事件为固化点，锚定新形成的记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方案有一个致命缺陷，锚点需要脑电波同步，你的大脑和他的大脑在特定时间窗口内形成同频共振，这个窗口期极窄，只有在循环第6天，他的神经可塑性达到峰值的那几个小时。你需要作为外部锚点，为他提供情感刺激，风险极高。如果同步失败，他的大脑会遭受2次冲击。而你呢？你也可能失忆，2个人的记忆都可能受损。我愿意。什么时候开始？江晚，你理解我说的风险吗？不是可能头疼，不是可能会有短期记忆障碍，是你可能连他都不记得。我知道，我不怕忘记，我怕的是他每周醒来以为自己是完整的，但其实他从来没有机会活过第8天。我要他活着，不是每周重复活着7天，而是真正的活过。第300次循环，我们需要50次循环的准备期。你需要在这段时间里强化他对你的情感锚点，靠新的刺激让他害怕失去，物品能冲破记忆封锁。如果锚点不够强烈，手术会失败。不管我们仪器校准有多精确，不管他的反制方案多完美，没有情感锚点的电波同步是没有火子弹打不穿他记忆受损的回路。第300次循环，我知道，我会让他在那个天台上记住我。50天后见，我会准备好一切。陆诗涵，你到底修了什么福，也造了什么孽？陆诗涵，第300次循环，我会让你想起一切，你会痛，你会哭，你会恨我吓你，但你会记住我，然后你再也不用死了，我再也不用在每一次你问我是谁的时候崩溃痛苦。陆诗涵，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治好你的病。
什么方法？如果失败，你也会忘记我；如果连你都不记得我，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记得陆世浩了。不是那个能记住昨天的陆世浩，是那个每周一醒来问你是谁的这个你每一次都重新让他爱上你的人，是那个被你记在笔记本上藏在铁盒里护了这么久的陆世浩。如果你忘了我，你就真的消失了。我不怕忘记，我怕的是你永远困在环里，每周醒来以为自己是完整的，但其实你从来没有机会活过第8天，你从来没有在日历上画过2个午夜死去。你说明天见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一句永远兑现不了的遗言。我要你活着，不是每周重复活了7天然后死去，是真正的活过。那你记住，如果我失败，你忘记我，请一定要让自己幸福。我成功。你要好好活，美妮也答应我一件事，你要把我们错过的那期第9天、第10天，她都活回来。你要替她，替那些在午夜死去的每一个你，活到2万天。那就2万天，我们一起。第250次，你欠我2万天，我欠你1条命，后天再开始还，明天你先忘掉。你又爱上我了，那我欠你很多。我们上辈子是不是认识？是。我做过一个梦，梦里你站在很高的地方哭，我问你会不会记得我。那个梦让我很害怕。我欠他的太多了，我不记得，但我知道。告诉我，我能做什么？第300次，信任我。记忆不是存储，是重建。每一次回忆都是神经回路的重新激活，而依赖内部情感。第300次，你就是你的锚点。第280次结束，从第251次到第280次，他每一天的潜意识认知都在加速。第一天说谢谢的概率已在7个循环出现，情感锚点的奠基期比陈教授预估的快了至少20个循环。天台刺激的设计值可以适度加大，但不能超过安全运气点。模拟刺激不够，你在同步仪上练了20次，耐受度已经提到89%。真实场景变量太多，风、速度、站位一偏，锚点窗口就可能错失。多真实！网和边缘之间有80厘米，你若先滑落，坠落过程会是真的。那就80厘米，他能抓住我。他在第18次循环时第一次牵我的手，牵了57秒，一次都没有松开。他的手比任何安全网都稳。你确定？我确定。他在每一个循环的第5天都牵我的手，290次。你今天一直在看我，但看的不是我。后天是第7天，午夜你会忘记，周一你会再问我是谁。我知道，心里写了。但如果后天不是普通的第7天，如果那天发生了某件事，让你不再忘记，那后天就不是终点，是起点。我只需要在那天抓住你，再也不松手。那后天你早点回来，我们去天台看日落。不是废弃大楼，是医院的观景台，那里看日落最好。第290次，第5天，他说
他只需要在那天抓住我。天台安全网承重测试完成了吗？完成，承重系数提到最高，隐形网已就位，医疗团队待命，镇静剂也备好了，还有10天。不用谢，你替我们所有人做了我们不敢做的事。江晚，你过来，那边危险！陆诗涵，如果我不小心掉下去，你会记得我吗？你先回答我，如果我不在了，你明天还会记得我曾经站在这里吗？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记得，但我知道，如果现在不抓住你，我就不配活过今天。抱歉，我们见过吗？我完全没有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想让你走，因为我爱你。虽然我不记得为什么，但我的心脏告诉我。我想起来了，江晚，我想起来了。每一次你哭，每一次你说明天见，每一次你转身的时候眼泪掉进咖啡杯，我都想起来了。我的心脏从来没有忘，他每一次都在是你用命在爱的人。让你一个人守着我的尸体，等下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我醒来。你记住我了？记住了，365次的都记住了。你不需要再替我记了，从今天起，从这一起记。我欠你的每一个明天见，从今天开始还。我记得你叫江晚，可我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会在医院里？反噬把那瞬间回涌油清零了，但不是坏事。他记得你的名字，锚点已经建立。我不记得天台上的事，但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因为你的手在抖。说真话的时候手会抖。以后每一个周一早晨，他都会知道我是谁。记不起细节不要紧，钉子在，钉在他每次重新爱上我的地方。我认识你，你叫江晚，但我不记得为什么认识你。对，我是江晚，咖啡在桌上，你的衬衫烫好了。你不记得为什么认识我，没关系，这我会让你想起来。我枕头下面那个铁盒里面有关于手术的信，说风险很高，说你可能也会失忆，但信的最后你说我相信你，所以我也相信你。那就相信，这周每一天我都会陪你过。第一天你认识我的名字，第3天你会问我们是不是认识，第5天你会牵我的手，第7天手术。你写了300封，那我欠你300次，还差很多。你看我干嘛？我在记住你能记住的这一刻。明天就是第6天，信里说手术前的准备从明天开始，陈委员会来接我们。明天第6天，后天第7天，手术，你会怕吗？怕，不是怕手术，不是怕痛，不是怕失忆，是怕如果我失败了，如果我又忘了，你还要再等多少次？你还要再写多少封信？我不会再等，不管手术结果如何，这是最后一次。如果成功，你记住；如果失败，我记住你。那就这么定了，失败也是，成功也是，你都在。你记住，我重新爱，一直爱到2万天，然后再2万天。
锚点强度非常稳固。手术方案已确认，第7天上午9点开始，脑电波同步窗口在下午3点到6点。清楚，失败也不怕，因为不管记不记得，我都会重新爱上他。明天上午9点，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你们一起进手术室。记住，锚点不是在仪器里，在你们两个之间，仪器只是辅助。明天，如果手术失败，如果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会怎么办？那我就每天跟你自我介绍，每天都是第一次见面，每天都是初恋。我叫江婉，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咖啡在桌上，你每次都会在第3次问我们是不是吃不了，你每次都会在第5、7天说谢谢。所以如果你明天忘了，那我就再等，等第301次、第302次、第303次，等到你不用再问的那一次。明天我会记住你，明天之后，你再也不用自我介绍。第300次，我们打勾盖印，你欠我的300次，明天见。明天一次性还清。同步率92%，降了95%、98%，锚点窗口已打开。从现在起，你进入他的意识，你是锚，不是导航，不要引导，只让他感知到你的存在。回这。手成功，他保住了记忆锚点，他保住了自己，他会记得江婉是谁，记得他爱他，但循环记忆365次的具体细节被成功封印。我记得你，江婉，你的名字叫江婉，你的咖啡不加糖，你右边酒窝比左边深，你为我做了很多事。但我记得你递咖啡的时候，手指在杯上停的那一下，你的手现在在抖。对，每次说真话手会抖，最后一次我说手术成功头的手抖了，所以你看成功了。你记住我了，不是记住全部，但记住了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剩下的还一个画面，你欠我的365个年鉴，365天，从今天开始还你。我不急，够不够还清你欠我的每一针？好，那就含面。今天回病房里醒来，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站在门口，提着暖壶，眼眶红透。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的心跳突然变快了。那个画面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但现在我把它还给你。第一个，收到了。第一次，你欠我的365次，今天还了第一次。我记得你，我不记得所有的事，但我知道你的名字，江婉。你记住我了，陆山，你记住我了。我记住你了，我不记得那些循环，但我记得你的名字，记得你的咖啡不加糖，记得你右边酒窝比左边深。我不记得我欠你多少次，但我知道我欠你很多。今天开始还。300次，你终于说了不一样的话，不是你是谁，是我记得你，你欠我的。第一次、第50次、第200次、第300次，每一个在午夜死去的，你都欠我一个。明天开检。还，今天还第一个，明天还第二个，还到你技术为止，还到2万天。锚点完全稳固，记忆固化通路已经重建，它会保留关于你的核心记忆、名字、脸、情感连接。循环记忆365次的具体细节封存在他大脑深处一个被加密的分区里，他不会想起那些让你哭的细节，但他会记得他爱你。你听到没有？你是 S 级，你欠我的那些你记不住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你每一次在周一早晨问你是谁，我都告诉你咖啡在桌上。你欠我的不是记忆，是那些你忘记之后，我一个人在浴室里把拳头塞进嘴里哑住的哭声。那些哭声你不用还，你只要从今天起不再让我一个人哭。这些以后不会再有了，不会再让你掐自己，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哭，不会再让你在浴室里捂着嘴，不会再让你在每个周一早晨转身的时候把眼泪滴进咖啡。
你瘦了。你以前也这么说过，你每次都在不认识我的时候看出我瘦了。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瘦，但你每次都说。那明天早上我煮，不加糖，你的咖啡不加糖，我记得。不加糖。晚安，明天早上见。不是明天见那种不知道会不会兑现的，是真实的明天早上。你会记得我。昨天你削苹果，苹果皮断了一次，你说该死的，然后你用断掉的那截皮摆了个小小的苹果结放在我手心里，我记得。你还记得什么？不多，我不记得笑点是什么，但我记得你讲完之后自己先笑了，比我先笑。我虽然没听懂，但我看到你笑的时候就……你每次讲完笑话都这样。你走之前把窗帘拉开了，说明天早上阳光会叫你起床。阳光确实叫我了，所以我来煮咖啡。这感觉很奇怪，就像看一部只记得结局不记得过程的电影。我知道我爱你，但我不记得为什么。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拍过程，每天拍一场，拍到你觉得这部片子可以上映为止，拍到你能记住每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的心跳会在我不说话的时候变快？为什么你每次煮咖啡都会多加一勺豆子？明明我喝不完。拍完2万天，我们就重新看一遍，从头看。明天还继续跟你学剪片子。这部片子的导演是你，我只是主演。主演记不住台词，导演多担待。早啊，江晚，今天周一，我们需要咖啡。你说早啊，江晚，不是你是谁？是早啊，江晚。没事儿，我只是不习惯你记得周一。以前你每周一早晨都会问我你是谁，你问了我300次，今天是301次，你没问，你说了早这2个字，我等了2年003个月。那从今天开始，你要习惯了。因为以后的每一个周一，我都会记得你；每一个周二也会，每一个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都会。每天早上我都会说早，江晚，咖啡我来煮，衬衫我自己烫，你不用再背那些答案。那就这么说定了，以后的每一个周一，你都要说早。我可能还会哭，不是难过，是太高兴了。你可以笑我，但你不能忘了说早。说定了，以后的每一个周一早，咖啡在桌上，衬衫烫好了，我叫陆诗涵，你叫江晚。记得。今天下午3点我回来，回来的时候你要把昨天的苹果吃完，放到今天就氧化了。记住了，昨天的苹果3点前吃完，3点之后我等你回来。第一个周一，以后的每一个周一，早，咖啡，衬衫，我记得你，你记得我。周一，江晚，衬衫没烫糊，第一次没忘。苹果我吃完了，3点之前我记住了。你回来可能也想吃，所以多洗了一个。审核通过，这条过了。明天可以再拍一条，多准备的时候顺便削个皮。断了。没关系，断了我教你接。你以前教过我很多东西，现在换我教你。第一条，苹果皮断了不要紧，重新开始。第二条，重新开始不是从零开始，是接着断的地方继续。你也吃，这颗苹果我们一起吃，以后每一颗苹果都一起吃，断掉的皮一起接。你上次吃蓝莓酱的三明治，咬了一口就放下了。你说还行，但你的眉头皱了一下。你不喜欢蓝莓酱？你喜欢全麦的，每次买饼干都拿这种。
你不记得你告诉过我，但你每次都以拿。后你都不用再偷偷记，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都会自己记住，然后告诉你。1遍不够就2遍，2遍不够就每天。你只管把我记错的地方纠正过来，剩下的我自己赶上来。怎么了？咖啡豆放第2格，以前你每次都是放第1格，然后我说拿起来不方便，你就改了放300次。每一次清理后重新学，每次都改，你不记得？那以后我不会再放松。第1格是茶叶，第2格是咖啡豆，第3格是你的热可可。你每个月那几天不喝咖啡，喝热可可。我知道，我会记住。今天他在超市买了草莓酱，他说你不喜欢蓝莓酱，把咖啡豆和可可粉放在同一格。他说我那几天不咖啡。他今天记住了昨天、前天、上周，术后3周，他记得每一天。你有时候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失而复得的东西。你就是。可我不记得我丢过。没关系，我记得就够了。术后第23天，今天发现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会不会突然消失，但他还在怕，他怕太久了，久到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害怕。我要让他的身体重新习惯安全。晚安，明天是周2，后天是周3，大后天是周4，每一天我都会记得你。抱歉，我们见过吗？你好，请问你是谁？这是哪里？晚安，你以后都不用再装睡，我会在你做噩梦之前把他杀掉。